尤其在这一天，2026的4月24日，这家公司涨了多少？76.12%。我就是在这天左右，在我的直播，观众问我这张股票，我跟他说不要去赌博。后来发现错的是我，这不是赌博，这也就是最佳的进场位置。你是不是觉得 AI 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财富重分配盛宴，早就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看着辉达、博通的股价像火箭一样冲破天际，你手里的薪水就在通膨的压力下不断贬值。你焦虑，你恐慌，你每天打开看盘软体，试图在那些已经被炒到天价的热门股当中找寻最后的残羹剩饭。但你不知道的是，华尔街真正的聪明钱早就悄悄地撤出拥挤的主干道，埋伏一个所有 AI 算力都必须经过的一个超级收费站。今天我不是来跟你们聊那些已经烂大街的热门股，我是来跟你们讲一档被市场严重低估，甚至可以说是被机构刻意隐藏起来的底层算力黑马 MaxLinear， 代号 MXL。MaxLinear 是一家总部位于加州 Carlsbad 的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听起来很无聊，对吧？但如果我告诉你，这家公司掌握着解决 AI 数据中心、功耗与延迟这两大死穴的核心钥匙呢？ Hello， 各位，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是阿伟。现在拍摄时间是5月27号晚上的7点45分。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我会用最残酷的逻辑拆解给你看，为什么当这么多的散户还在无脑追高那些晶片巨头的时候 ，MaxLinear 却在2026年的第一季默默的交出基础设施营收暴增136% 的恐怖成绩单。我甚至会告诉你，他们的一项秘密武器即将在今年年底彻底颠覆所有光通讯市场的规则。如果你还想在这场 AI 阶级固化前拿到最后一张门票，先按赞这个影片，订阅这个频道，并认真的看接下来影片。如果你们准备好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吧。要看懂 MaxLinear 为什么被严重低估，我们必须先进行降维拆解。我们都知道 AI 伺服器很强，但晶片的算力再强，如果数据传不出去，那也只是一堆昂贵的暖炉。目前 AI 数据中心面临最大的物理极限，不是算力不够，而是传输瓶颈与功耗爆炸。这就带出了 MaxLinear 真正的大杀器——光通讯数据中心互联技术与 PAM4 DSP。这边听不懂没关系，我用小学生都能懂的逻辑解释给你们听。想象一下，过去的数据传输是一条双线道的高速公路，传统的 NRZ 讯号，车子只能排队慢慢走。随着 AI 运算量暴增，车流量放大了100倍，怎么办？一般的人直觉是把公路盖得更宽，但数据中心的空间和散热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无限的增加光纤，所以这个 PAM4 技术诞生了。它把原本只能载1个人的小客车变成可以载4个人的双层巴士，在不增加物理车道的情况下，直接让传输效率翻倍。而 DSP 这个数位讯号处理器，就是指挥这群双层巴士在极高速度下不会发生车祸撞车的超级交通警察。在这个领域 ，MaxLinear 推出了名为 Keystone 5奈米的 PAM4 DSP 的产品线。你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产品吗？错了。根据 MaxLinear 2026年第一季的财报会议 ，Keystone 已经在美国和亚洲的多家大型云端数据中心展开了大规模的量产，全面支援 400G 和 800G 的部署。这代表什么？代表 MaxLinear 已经拿到了最难进入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入场券，这也反映在他们无可辩驳的财务数据上。我们先来看看这份他们试图低调处理，但依然掩盖不住光芒的成绩单。第一个是这个总营收的爆冲 ，MaxLinear 在2025第4季的营收达到了 1.364 亿美元，年增率高达 48%。到了2026年的第一季，营收来到了 1.372 亿美元，年增率为 43%。第二个是他们的基础设施成为他们的印钞机，基础设施的业务在2026年的第一季年增率高达 136%， 已经正式成为 MaxLinear 最大的营收来源。那第三个是他们的财测全面上调
凭借着订单的高能见度，管理层直接将2026年光通讯数据中心的营收预期上调到了 1.5 到 1.7 亿美元的惊人区间。但如果你以为 MaxLinear 只有光通讯这个武器，那你就太天真了。这家公司正在进行一场从边缘到核心的全网包围战。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它是如何用一颗代号叫做 Tensor 的晶片解决 AI 伺服器中最致命的记忆体延迟问题。好，我们继续深入。除了光通讯 ，AI 运算还面临了一个地狱级的难题，就是记忆体墙 （Memory Wall）。当 GPU 疯狂运算时，数据需要频繁的在处理器和存储设备之间来回搬运，这就像一个顶级的主厨 GPU， 却配了一个动作慢吞吞的备料小弟——传统存储。主厨再快也没有用。MaxLinear 的解决方案是 Tensor 存储硬体加速器 SoC 系列，这个不是普通的软体压缩，而是纯硬体级别的暴力加速。在2025年的 FMS 存储大会上 ，MaxLinear 和 AMD 发布了下一代的 Tensor 5。这颗晶片有多可怕？它能提供450 Gbps 的超高吞吐量，支援 Pixel Gen 5规格，实现超低延迟。对比传统的软体压缩，它能节省超过4倍的功耗，并大幅释放了 CPU 和 AI 加速器的运算资源。根据 MaxLinear 的执行长的证实，由于 AI 伺服器对记忆体频宽的需求太大，存储加速器营收预计在2026年比2025年至少翻倍。你看出端倪了吗 ？MaxLinear 不只在卖单一的晶片，他们正在编织一张捕捉 AI 数据中心巨额资本支出的天罗地网。从跨数据中心的10G XGS-PON 控制平面网路，到5G 无线基础设施的 Sierra 单晶片，再到 WiFi 7与宽频闸道器，他们正在每一个 AI 资料流动的节点上设立自己的收费站。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多数分析师都看不懂，甚至完全误判的反直觉真相。如果你去查阅最近的科技新闻，所有人都在狂吹 LPO 线性驱动可插拔光学元件和 CPO 共封装光学元件，认为传统的 DSP 已经走到了尽头，马上就要被淘汰了。很多散户看到这种新闻，就认为 MaxLinear 的 PAM4 DSP 没有未来，不敢买进。这又是为什么散户永远是韭菜？他们只看懂了新闻的标题，却看不懂产业的物理学和经济学的本质。让我用第一性原理来颠覆你的认知。在2025的第4季的财报电话会议上 ，MaxLinear 的执行长极其冷静地说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LPO 目前的部署还非常局限，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利基的市场，而 CPO 还处在极早期的一个阶段。真相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传统的可插拔式的 DSP， 也就是 MaxLinear 正在大卖的产品，将以压倒性的优势主导整个市场。那为什么呢？因为 AI 数据中心要求的是绝对的可靠性和互操作性。LPO 虽然省电，但它拿掉了 DSP 这个超级交警，讯号在长距离传输时很容易失真，容错率极低。在动辄上百亿美元的 AI 算力丛林中，没有人敢为这一点点的功耗牺牲掉整个网络的稳定性。而且，你以为 MaxLinear 的技术上落后了吗？恰恰相反，当其他竞争对手还在手忙脚乱地应对3奈米制程的良率问题 ，MaxLinear 的 Keystone 早已是也投入量产的5奈米 CMOS 的解决方案。更恐怖的是，他们为了 1.6T 时代准备的终极武器 Rushmore。每通道200G 的 PAM4 DSP 客户参与度正在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加速。Rushmore 完美对应了下一代的光学架构，包括 LRO、AEC， 甚至未来的 CPO。MaxLinear 预计在2026年底就会开始 Rushmore 的量产营收爬坡。这代表什么？这代表 MaxLinear 根本没有被淘汰，他们是以逸待劳。他们在 800G 市场用5奈米低功耗优势来攻城略地。同时在 1.6T 的未来战场上用 Rushmore 提前卡位，这就是我所说的反直觉洞察。当市场因为 LPO 和 CPO 的炒作而低估 DSP 的延续性时，这正是我们利用认知差进行套利的黄金时刻。好，接下来我们到这个 Thinking Alpha 的后台来看一下这个 MaxLinear 这家公司的一些数据。好，这家公司目前1年翻了707%，你看它前面基本上都没有涨，到了几月？
到4月10号左右的时候开始一个爆喷，喷到大概快100块左右。那今年它是已经涨了 451.46%。那这家公司的市值多少？只有 8.61 billion， 是非常小的一家公司。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它目前的 Quant 评级是在strong by 4.99 分。那它的 Factor Grade 它的估值是表现比较不好的，以前还有 B 减和 A 减，那现在掉到了 D 加。那 Growth 成长性之前是 D 减，3个月前是 A， 那现在是 A 加。那获利能力一直都是保持在 D 加，也是不是很好的一个成绩。那 Momentum 从 B 减到 B 到 A 加 ，Revision 从 B 减到 A 加，目前维持在 A。那看一下它的 Quant Ranking， 它目前是在 IT 的这个 sector， 那 Industry 是这个半导体产业。那在所有4249家公司当中，目前排行的量化分数是排第3名。那如果在它这个 sector 一样是528家排第3名。那如果在它这个 industry 是69家排第2名。好，那我们聚起来细看他们每一项的这个 factor grades。我们先看这个 valuation， 我们先看估值。那估值的分数是D 加，为什么那么差？因为刚刚讲了，这家公司的股价在4月重新被定价，这家公司直接爆冲，从多少？从20几块涨到了快接近100块，所以你看它的估值基本上表现都是非常差的。尤其它 PE non-get forward 是多少？D 减这个分数 71.93， 它的同行中位数是 24.99， 其他 EV 除以 Sales 或是 PS 或下面这些估值都表现得非常差，但唯一有一个表现得非常好是什么？这个 PEG non-get forward， 就是把成长性衡量起来的估值的前瞻，它的分数是 0.81， 那同行中位数是 1.43， 所以它目前是折了 43%。这个 PEG non-get forward 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数据，所以让它拿到了 D 加的这个分数。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成长性，成长性拿到的是 A 加这个分数，它的 revenue growth 是多少？是 40.89， 同行中位数只有 11.23。那如果是前瞻是 29.96， 那同行中位数是只有 11.63。那下面为什么 EBITDA 和 EBIT 和 EPS 这边没有数据？因为这家公司其实以前是亏钱的，所以由负转正的时候，它这边是不会有数据的。那我们先看一下分析师对它这个 EPS forward 长期预估的是多少？是 88.49， 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成长性。但同行的中位数多少？只有 17.33， 那它这个 free cash flow 是 125%， 它同行中位数也只有 6.94， 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它的成长性拿到 A 加这个分数。那它的这个获利能力呢 ，probability 拿到的是 D 加这个分数。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毛利率是多少？是 57.16， 比同行略好，同行只有 50.21。但下面为什么这些数据都表现得特别差呢？因为我说这家公司目前还是由亏钱刚转赚钱的一个状态，数据都是 TTM， 都是跑一整年近4季的数据，所以目前都还是负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些数据是有一点落后，它不是用前瞻这家公司的预估来预测的，所以它获利能力目前才表现得那么差。我觉得这些数据可能在几季后就会完全的翻成正的。所以它 profitability 目前的获利能力分数是这个 D 加。好，那在动能的部分，我觉得应该不需要多说，它的动能是 A 加，不管在3、6、9、12表现都是400、500、400、700，同行大约只有16到26%，所以它的涨幅是完全碾压同行，是非常有动能的一家公司。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Revision 这个数据，拿到的是 A 的这个分数。我们现在看在接下来这个财年结束，近3个月的分析师怎么预估这家公司的？有10个分析师上修它的 EPS，0个下修它的 EPS，10个上修它的 revenue，0个下修它的 revenue。那如果是 quarterly 以季来看，一模一样，在下一季近3个月的分析师一样，10个上修它的 EPS，0个下修它的 EPS，10个上修它的 revenue，0个下修它的 revenue， 所以它的 revision 拿到的是 A 的分数。好，我们接下来到 Trading View 来看这个 MaxLinear 这家公司的现形。这家公司后期从4月10号后面的表现是非常惊人的。好，但我们先看它喷出前，这家公司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了这个多头趋势？目前可能从这个2025的12月1号200日 NA 这边正式的翻正。这家公司有先上去，先走了一小段，后来到这个250日新高的位置受到一个压力，又把这个价格压了回来，又重新下去打了200日 NA 3次都有被弹回来，证明200日 NA 翻正斜率后是有支撑效果的。后面就是两个交叉，绿色这两个交叉，第一个交叉是这个20MA 上穿60MA， 那第二个交叉就是 20MA 上穿60MA， 那两个交叉之后，股价就直接彻底的喷上去了，尤其在这一天。2026的4月24日，这家公司涨了多少 ？76.12%。我就是在这天左右，在我的直播，观众问我这张股票，我跟他说不要去赌博。后来发现错的是我，这不是赌博，这也就是最佳的进场位置。后续又往上一直喷，目前在这里走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它的调整还是非常强势，为什么？因为它连20MA 都没有碰到，在这一天有上攻的机会。
直接开过，但是被压了回来。那我觉得目前可能是一个很棒的加码点位。其实你认真细看这里，它其实是一个杯状带柄，目前在柄的这个位置上去，这里被打下来。我觉得它再一次上穿的时候，如果收过，可能又要再喷一波。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是非常可以去关注和注意的一个位置。好，逻辑拆解完了，认知也重构了，刚刚的基本面还有技术面也都讲完了。最后我们来谈谈最重要的事情，具体应该怎么操作，这张股票应该怎么买。我觉得就跟我刚刚技术分析讲的一样，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具体要盯的位置。如果它有收创高，记得要特别留意，那可能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突破的加仓点位。但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人，我们不止要听这家公司讲了什么，我们要看这家公司它做了什么。你可以去注意一个极度关键的金融讯号，在2025的年底 ，MaxLinear 的董事会批准了高达7500万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并且在2025的第四季，他们已经用真金白银在市场上直接买回了2000万美元价值的自家股票。在半导体产业，当一家公司的基础设施业务单季爆发成长76%，甚至到隔年第一季还暴增136%的时候，管理层却选择大规模的回购自家的股票，这只传递了一个毫无悬念的暴力讯号。他们认为自家公司的股票被市场严重的低估了。所以，针对 MaxLinear， 我的实战指导策略如下：第一个就是放弃短线的思维，锚定2026跟2027的跳跃式成长。MaxLinear 明确表示，从2026的第二季开始，数据中心的营收会出现这个跳跃式 step function 的成长，这意味着 800G 的晶片的放量才刚刚开始。你的建仓逻辑应该是基于他们未来2年的基础设施营收达到3亿至5亿美元的这个长期目标。那第二个是关注毛利率的修复拐点。虽然目前代工厂 Foundry 的这个成本压力仍在，但 MaxLinear 2026年的第一季 non-GAAP 的毛利率已经稳在了 59.5%。随着高毛利的基础设施、光通讯、存储加速器占比成为公司最大的板块，整体毛利率的向上突破将会是下一个引爆股价的催化剂。那第三个是留意频宽业务的利空出尽。MaxLinear 传统频宽业务在2026年的上半会有季节性的疲软，受到这个 Axis 4.0 的这个升级周期递延的影响。2026年有线电视营收预计会下滑，但这正是一个绝佳的掩护。当市场因为传统的业务的疲软而引发股价震荡的时候，正是你低吸这家股票隐藏版的 AI 算力妖股最佳买点。记住，他们第二家北美一线电信商的 PON 闸道器订单已经在2026年出货，底部的支持极其强劲。在这场 AI 算力的资本游戏里 ，NVIDIA 是耀眼的皇冠，但是 MaxLinear 就像是王座底下那条坚固冰冷却不可或缺的钢铁支架。当喧嚣退去，潮水退潮，真正能把利润落袋为安的，永远是那些提前看穿事物底层逻辑，并在无人问津的时候敢于下注的少数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我们彻底的分析了 MaxLinear 这家公司。如果大家还有问题，我每周三跟每周日晚上的8点45分会在我的频道开启直播，大家也可以趁那个时间来这边进行提问，或是你有什么想研究的股票，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栏告诉我。好啦，今天就有那么多，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下一集再见。感谢各位的支持，我的频道会员功能已经开通了。如果各位看了我的影片，觉得有帮助，可以点击下方描述栏的加入会员连结，用行动支持我继续创作。详细的会员分几项功能可以参考这一部影片。